非 IT 背景的朋友們在第一次打開 Obsidian 的時候，可能會是一片茫然與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下手吧。橫亘在面前的一大難關，非 Markdown 莫屬了。Markdown 雖說不難，卻也讓人不知如何可以順手的開展使用，尤其在 Obsidian 裡面還找不到任何工具按鈕，真是令人感到困難重重。今天呢，我們就特別的來介紹兩個可以輔助 Markdown 學習的外掛 Markdown Shortcuts 跟 CMenu。對於不熟悉 Markdown 語法的朋友們，透過這兩個外掛呢，我們就可以很快的熟悉 Markdown 了，從此就可以很順利的來使用 Obsidian。我們要介紹的第一個外掛叫做 Markdown Shortcuts。它可以讓我們輸入一個字元，透過這個字元就能夠觸發顯示 Markdown 的一個選單。在選單裡面呢，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要使用的 Markdown 的語法。比如說預設安裝並且啟用以後，它的預設的字元呢是大於這個符號。我們按下大於以後，它就會彈出一個視窗。在這個視窗裡面呢，我們可以用模糊搜尋的方法再找出我們要使用的語法。比如說我要插入 table 的話，我就輸入一個 table，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 table 了哦。那再直接按 enter， 它就會把 Markdown 的 table 的語法呢顯示在我們這邊。有了這一個 Markdown table 的格式以後呢，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格式來做修改。那因此它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哦，就是我們不熟悉的使用的这個語法的時候呢，就可以透過它很快的讓我們來找到適合的 Markdown 的格式。我們第二個要介紹的外掛叫做 CMenu， 那這是一個很多人在使用的一個外掛哦。我們只要安裝並且啟用以後，它就會在我們整個 Obsidian 視窗的下面會顯示出它的工具列。那這個工具列上面的任何一個工具按鈕都可以從外掛的選項裡面自己來做設定。那我建議大家哦，在這一些按鈕裡面呢，多增加一個 CMenu Hide、Show 這樣子的一個按鈕，這樣子我們可以任意的來做切換哦，不需要它出現的時候就可以把它給隱藏起來。那要重新再把它給顯示出來呢，我們当然可以使用命令面板，直接找到這個 CMenu， 然後再找到這個 Show 哦，再把它重新給顯示起來哦。但是最快的方法其實是在整個Obsidian 最右下角，它會有一個功能的按钮，透過這個功能按鈕可以來選擇是不是要把它給隱藏起來，或者是顯示，或者是我們要直接再新增新的按鈕，像這一些按钮呢，都是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加號在設定裡面直接來選擇你要新加的內容。比如說我要使用這個看板這一個外掛，點擊好以後，它就會再出現一個讓我們選擇 icon 的選項，那選擇好以後呢，就可以把它給加到我們的工具列裡面來了。所以在這個地方直接做呢，會非常簡單。那這個刪除會直接刪除最新加的這個命令也就是我們剛剛加的這個看板。我們如果點擊這個刪除的話，它就會直接給刪除掉。這第三個是有時候我們加了新命令以後，如果你這一個面板沒有出現這個按鈕的話，你可以點擊它做重新整理，也就是刷新的動作，它就會重新把整個CMenu 的視窗給重新再顯示一遍。它在 Markdown 的这個操作裡面要怎麼來使用呢？基本上我們只要先標示好一段文字以後，然後再選擇你對應的這個語法比如說我要讓它變成出題，你就點擊這個 B， 它就會變成是出題的一個語法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就變成是出題的。或者是說我們要讓它可以高亮的話，高亮呢我們就可以選擇高亮這個是自己設的一個按鈕點擊以後呢，它就會變成是高亮的形式。可以看到其實它就加2個等號而已。好，那這個就是透過這個 CMenu 呢，如果你不熟悉它的操作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来透過這個工具列來選擇到你要使用的 Markdown 的这一個格式了。今天就是我們介紹的這兩個方便我們 Markdown 初學者使用的一個輔助的工具 Markdown Shortcuts 跟 CMenu， 希望對剛進入 Obsidian 的朋友們能夠有一些幫助。今天我們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